金手指竟然只是无限白粥，这有什么用啊？恶苗遍地。喂，孩子，慢点，还有很多。失周，官人失周了，给我一口，求求你！白粥，别急，都有。何处狂徒，竟敢在此私设粥棚，聚众闹事！哼，尔等刁民，竟敢哄抢！此人私自赈灾，已犯律法，给我拿下！大人，我是在救人，他们快饿死了。我看你是妖言惑众，施庸妖法，聚拢流民，意欲何为？莫非想造反不成？求大人明鉴。我看是收买人心吧。寻常人家哪来这许多白粥？你施粥的米从何而来？怎么办？总不至于说自己是穿越来的，自带无限粥锅了。那好，私自赈灾，聚拢流民，行迹可疑，按律当杖责50。1、2、3、4，救人也有错吗？金手指，无限白粥，在这冰冷的律法和暴力面前，可笑的像是个拙劣的笑话。私自赈灾是违反律法的，那么，如果不是赈灾呢？如果不是粥呢？还缺些道具，朱砂是别想了。道长，行好，给口吃的吧。福生无量天尊，贫道云游至此，身无长物，只有清水一锅，与众生结个善缘。粥是白粥。老人家，你看错了，哪来的粥啊？私自赈灾是违反律法的，这话可不敢乱说啊。此乃贫道以三昧真火煅烧的符水，内含天尊法力，可暂缓积习之苦。您再好好看看，这是什么？符水，真有道长在此施符水。此乃符水，非粥也，慎言律法。道长功德无量，天尊保佑，您这大恩大为报啊！我等日后日子好了，一定给您立长生牌位，早晚一炷香，求天尊保佑您仙福永享。对，请道长留下尊位号，我等也好日夜供奉。不必了，贫道云游四方，随缘而行。道长慈悲，救苦救难，这等恩德岂能无号？不如就叫大贤良师吧。大贤良师。苍天已死，皇天当立，美在假死，天下大吉。原来我竟然是张角。贤师，您就是我们的大贤良师，求贤师带领我们寻一条活路吧。求大贤良师带领。带领？如何带领？带领他们去冲击县府，去攻打郡城，然后像历史上记载的那样，被皇甫双朱学们轻易碾碎，化为史书上冰冷的数字和后人谈论的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如果我拒绝，意味着立刻失去与这群难民们刚刚建立的脆弱信任，他们会瞬间堕入绝望，甚至可能因为失望而转化为愤怒。但我更不能轻易答应，一旦扛起这面旗，就再也不可能回头。等待我的将是比50大板残酷无数倍的命运。我必须争取时间，必须更深入地理解这个时代，必须找到或许能不同于历史上张角的那条路。天尊垂怜赐下法旨，然时机未至，皇天未显，无需静修感悟天意，尔等可暂居此地，互济互助。每日此时，吾会在此祈福水，暂解饥渴。谨遵先师法旨。谨遵法旨。光靠施粥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今流民越聚越多，粮食压力越来越大。虽然我的粥是无限的，
但锅和分发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如此显眼的一个流民聚集点，迟早会再次引来官府的注意。下一次恐怕就不是50大板能了事的了。我还需要土地，需要种子，需要安全的住所，需要能够自保的力量，但这些都不是无限白粥能够直接变出来的。孙老，有事但说无妨。先师，大家心里都没底。浮水虽好，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眼看天气要转凉，这窝棚挡住风寒，而且总有些人手脚不干净，为了一口吃的偷抢殴斗之事。还有，近来有些生面孔混进来，不像逃荒的，倒像是探子儿。是官府还是其他势力的？孙老，你可是这副偏僻可有用人又能稍作防守上古皇帝。往南30里，好像有一处叫野人谷的地方，听说地势险要，里面好像还有条小溪，只是听说有瘴气，还有狼虫虎豹，没人敢去。野人谷，看来是时候要开始考虑转移，考虑建立一个更隐蔽、更可持续的基地。皇天，如果这就是你要我走的道路，此地非久留之所，官府的眼线或许在左近。往南30里，有一处名画野人谷的地方，或可暂避。我需亲自前往查探，往返需2、3日。先师不可，您万金之躯怎能亲涉险地？况且山中瘴郁猛兽，我必须去，唯有亲眼所见，方能决断。我不在其间，浮水之事，我提前将大量白粥变出，冷却后切成块状，称之为固形符或干粮符。你们每日定量分发，只需用热水化开即可食用。老汉记下了。虽然口感味道差了许多，但至少能维持生存。切记，此乃天尊所赐法食，非凡物，不可多食，亦不可私藏。心诚则灵。留下吃食和钱财。此乃天尊法旨，此尔等食，速速退去。走。先师，那真是法旨？是能活命的东西罢了。快走吧。瘴气，死碎坠。地方虽险，可这瘴气多聚集在低洼背风之处，而靠近溪流上游地势稍高且通风的地方，空气则清新不少。若能清理出那片高地，沿溪居住，或许能避开大部分瘴气。小心，溪水可用，岩壁可悟，只需守住隘口便是。什么人？难道要死在这里？死在这荒无人烟的山谷，和这些可能是未来邻居的人自相残杀？不，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逃难来的，我们有粮食可以分给你们，吃的是吃的。看来这些人也是活不下去逃进山的，靠打猎采集为生，时常挨饿，也对谷中的瘴气无可奈何，死了不少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食物，外面还有更多人想进来一起住，可以分享食物。看来那片高地可以住，低处不行。先师，那些人信不过，真要带大家进来，得防着。人心有时比瘴疠和猛兽更难测。先师，您可回来了，出事了！怎么回事？有人偷藏法食，被发现了还不认，煽动了好几个人闹事，说先师您用妖法骗人，那根本不是符水，分明就是刷锅水。去看看。老不死的，藏起来想独吞，什么狗屁法食，就是粥，老子尝过了，就是米味儿。那妖道肯定把粮食都藏起来了，用这点玩意儿糊弄我们，把他交出来，把粮食交出来！你们在找我？妖道，你来的正好，说你把真的粮食藏哪儿了？用这些破玩意儿糊弄鬼呢？这分明就是粥！看，大家看，这不是粥是什么？哪来的什么狗屁符水？他就是个骗子！贫道曾言，此乃天尊所赐法食，非凡间米粮。心诚者食之可活命，其贪念怀叵测者食之，则遭天谴。放屁！什么天谴？老子现在就吃了它，看能有什么天谴！不能让他得逞。一旦符水只是普通粥的认知被坐实，那我之前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伪装，都将瞬间崩塌。等待我的将是比上次更悲惨的下场。冥顽不灵，天尊法旨，岂容亵渎？你看你手中是何物？
虫，小虫，是妖法，他真的下了咒。天谴，是天谴。贪念炽盛，亵渎法师，邪虫实体，此乃小成。若再执迷不悟，仙师饶命！仙师饶命！是小人朱由蒙了心，小人再也不敢了。求仙师收回法术，饶小人一命。饥荒之年，生死一线，天尊垂怜赐下法师，非为让你等争抢斗狠，滋生恶念。今日之事，皆因贪欲而起，罚你等几人3日之内不得领取法师，以儆效尤。若再有下次，休怪天尊无情。仙师，今日真是……若非仙师法术玄妙，今日恐难收场。仙师，那虫子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人心若鬼，有时需借鬼神之名以镇之。属下明白。仙师，幼儿的好几个娃，不是饿的，是虚的，喂粥水也吐，眼看就……若是有些米汤面糊，或是能找些羊奶马奶。仙师像是伤了内腹，又染了风寒，痰壅气倒。若有好药，或能医救。可现在，仙师，求求您救救我爹吧！您法力无边，求您施展仙法救我爹一命！仙师爸爸慈悲啊！我能做什么？我的法力只有白粥，不懂医术，更没有药材。拒绝。看着这个老人死去，那刚刚建立的威信将瞬间崩塌。答应，我又能如何救？是，若实在无法，或可再求些符水，或许天尊。又是符水。画什么？画什么能救命？父亲，连仙师都不行吗？原来这就是张教的符水咒说以疗病。现在看来，他治不好病，救不了命。他只是在人饿死之前，给一个体面的借口。需将最善变、最不可靠的东西厚葬吧。仙师，这不是您的错。我知道，但我利用了他们的相信，而我给不了他们真正需要的。孙老汉说的对，这不是长久之计。野人谷必须去，哪怕有瘴气、有野人，也比在这里眼睁睁看着他们要么死于疾病，要么死于律法，要么死于彼此争斗要好。去，悄悄将孙老汉和李郎中叫来，收拾东西，能带的都带上，通知下去，明日寅时动身前往新地。只说天尊起誓，此地气数已尽，需前往福地。若有不愿者，这天寒地冻的，我意已决，去准备吧。天尊起誓，此地气数已尽，需前往福地。若有不愿者，不必强求。先生，五哥，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火把，是官兵把我们围住了。仙师，怎么办？跟他们拼了，杀一个够本！不可！妖人乱民听着，尔等最坏的担心，终究还是来了。惑人心，现已查明，速交出妖道，束手就擒，可免尔等一死，否则格杀勿论。拼死不过数十轻壮，这里大多是老弱妇孺，那是送死。硬抗绝对死路一条，必须拖延时间，必须制造混乱。孙老，你带几个信得过的人，立刻把所有的法师都扔进那口锅里，快去！王武，带你的人尽可能多收集枯石干草，堆在营地四周，尤其是上风口。在前面点火。李郎中，安抚妇孺，让他们尽量趴下，躲到窝棚后面。妖道，你终于肯出来了，还不跪下受缚？浮生无量天尊，不知将军深夜率众至此所为何事？惊扰了贫道清修，亦吓坏了这些苦命的百姓。清修妖言惑众，聚拢流民，私设周常，不是图谋不轨是什么？少废话，拿下！将军且慢，将军说我聚众，请看，皆是扶老携幼、掩眼待毙之人。
何来众可惧？说我私设州场，更是无稽之谈。贫道乃出家之人，见此人间惨状，于心不忍，在此设坛祈福，以符水暂缓众生饥渴，此乃功德，何罪之有？将军不分青红白白，便要格杀这些手无寸铁的苦难人，岂不怕有伤天和，折损阴德？动手！王我天火，前信重重，护持法坛，天尊降怒，烈焰焚血。跟狗官拼了！保护仙师！金头棍、石块，甚至出刀！反了！给我杀！停手！都停手！仙师，快走！后山，从后山走！跟上！歇一下，我没事，得尽快到野人谷。天亮了，官兵可能会搜山。我们逃难来这里躲一躲，没有恶意。出来，仙师，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王五，你觉得那黄金为何要反？活不下去了吧？官府不给活路，豪强欺压，像赵四那样的人会越来越多，要么等死，要么拼命。是啊，活不下去，我们不能一直躲在这里，靠别人的施舍和这点粥苟活。外面还有更多像我们之前一样的人，他们需要一条活路。野人谷不应该只是一个避难所。仙师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把这里变成一个真正能活下去的地方，能种地，能打猎，能自卫，能让更多的人有尊严地活下来。严首领，我有2个想法，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渔具，提高捕鱼效率，同时在高地区尝试开垦土地，种植粮食。渔猎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方式，可收获都是石头，到处都岂有种，能种出什么东西来？我明白你的顾虑，你说的这些我们不是没想过，但最终都失败了。我知道。王五，你带几个人，按照我画的这个样子，用藤蔓和柔韧的枝条试着编几个鱼笼。孙老，您带几个身体稍微恢复些的人，去高地上清理碎石，收集腐叶和溪边的淤泥，堆出几块小田来做试验。仙师，成了！我们昨天放在回水湾的那个鱼笼，今天拉上来一看，里面困了3、4条巴掌大的鱼，比用树枝扎的好用多了。真能抓到斗鱼！严首领，我现在就把制作方法交给你们。这2个编好的鱼笼，你们先拿去用。去，把我们最好的藤条和枝条都拿来，送给仙师。是。仙师，这几粒豆子金贵得很，这地这么贫瘠，能长出来吗？不知道，但总得试试。在这片瘴之地，种下一颗名为黄天的种子。仙师，不好了，李郎中病倒了，怎么回事？我去瘴气边缘辨认草药，回来就发烧了，是瘴霉。这是邪灵附身了，快离远点儿！仙师，我知道这病没得治，白粥救不了命，规矩挡不了病，我还能做什么？再次焚烧符纸，祈求那虚无缥缈的天尊。仙师，属下你们守着窝脖口，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不要再是白粥啊！药退烧、解毒、治疗疟疾。这是粥，怎么带着一点青涩，还有草木的味道？我的能力似乎发生了一丝变化，是因为这次我强烈的意愿和精锐的意念指向，还是因为这山谷本身有什么特殊？仙师，李郎中他缓过来了。仙师竟然连可怕的瘴蜜都能治，莫非我的能力并非一成不变？我们愿意更深入的合作，甚至依附。仙师，我们成功了。仙师，这几天又有10几个逃难的人来了，都是听说您能施符水治病，慕名而来的。这里面有个铁匠学徒叫张铁，有个劳农姓陈，还有个落魄书生叫李文。好，张铁，你带着人改进我们的工具，看看能不能做出更坚固的东西。陈老张，农事就拜托您了，多指点指点大家。仙师放心，老汉定当尽心。李文，
你帮孙老记录名册和物资，以后还要教孩子们认字。学生遵命。是先师，我一定尽力。先师放心，种地的事包在我身上。好，先师，我的伤已经全好了。我选了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正在教他们用木矛和警戒。隘口也设了瞭望点和陷阱。先师，您看，结豆子了，真的结豆子了。太好了，虽然不多，但这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第一次收获自己种的粮食。诸位，今日我们所获虽微不足道，却证明了一件事：这山谷能活人，但仅靠于此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土地，需要种子，需要铁器，需要药品，需要更多的人力。严守岭的人熟悉山林，王武的人负责警戒和探索，孙老和李当中管理内务，张铁匠尝试造气，陈老丈负责农业，各司其职，方能长久。然而山谷虽好，终非世外桃源，官府视我等如眼中钉，迟早会有找上门来的一天。我们需有所准备。贤师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了解外面的消息，需要知道官兵动向，需要知道哪里有无主的流民可吸纳，需要知道或许哪里能换来我们急需的盐铁种子。属下愿往。我也派2个最熟悉山路的族人跟王大哥一起去，务必谨慎，安全第一。我等在此，非为称王称霸，只求一线生机。若势不可为，速速退回。王武他们回来了。先生，外面全乱了。巨鹿那边出了个真正的大贤良师，叫张角。他麾下人马打着黄金旗号，号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已经攻下了好几座县城。官兵和他们杀得天昏地暗，到处都在死人，烽烟遍地。历史的车轮终究还是滚滚碾来了。还有各地州郡都在悬赏妖道张角及其同党。我们之前三岔口的事情，好像也被算在了黄金余闹头上。附近州县都在严查，听说有一路官兵正在朝我们这个方向倾角流寇。黄金已起，官兵将至，这野人谷的安宁到头了。敲响警钟，所有人准备迎敌。快起来，到隘口！慌什么？能拿家伙的跟我上隘口！妇孺老弱躲到西居室后面去，快！孙老，带人把所有的法师和清水搬到后面去。李郎中，准备好伤药，快！快，用之前准备好的10块木桩堵塞通道。弓，他们有弓！低头找掩护。先师，怎么办？他们攻上来，我们肯定守不住。硬守绝对是死路一条，怎么办？王武，带几个人用最快速度从侧面绕下去到他们后面，不要硬拼，大声鼓噪扔石头制造动静，吸引他们注意。其他人把能烧的东西都搬过来，枯枝、干草、破布堆在隘口里面，快！后面有埋伏，入地了！就是现在，泼出去！有法！我的眼睛啊！死我！有法！我的眼睛！扔石头！撒！快跑！撤退！快撤退！有妖法！我们赢了！仙师万岁！天尊庇佑！仙师，我们守住了。清点伤亡，加固防御，他们可能还会回来。苍天已死。这是黄金的口号。外面的世道、皇帝、官府、豪强，他们的天已经死了。他们不给咱们活路，但咱们不能死。咱们在这谷里流了汗，流了血，种下了这点豆子，这就是咱们的天，是咱们自己挣来的活路。从今日起，这谷不叫野人谷，就叫黄天谷。我们的规矩就是黄天的规矩。我们的活路就是黄天给的活路，凡入此谷者，皆黄天子民，互助共生，共抗外敌。黄天谷，先师良师，大贤良师。这一刻起，我再也无法回头。从今天起，
我们这个山谷就叫黄天谷。仙师，清点完了，我们这边战死3人，受伤8人，其中2个伤得很重。李郎中带着几个妇人正在照料，草药已经快用完了。官兵那边留下了5具尸体，还有7把断刀、3把长矛，以及一副完好的皮甲，就这些了。把战死的兄弟好好安葬。皮甲我已经给隘口最高处的瞭望哨了，他看得最远，最需要防护。你那边怎么样？我已经让黄天力士们加倍训练，另外所有人轮班加固隘口，正在挖更多的陷坑，埋尖木，做巨马，至少要让官兵再来的时候付不出上次那样小的代价。辛苦了。仙师，您看，我们沿着溪流往上又开了12块梯田，就是种子实在太少了，只能到处挖那些看着能吃的野草根、野快增，试着种下去。那几株豆子大家都当成宝贝一样，每天都有人过来看看，长了几片叶子，开了几朵花，比照看自己孩子还上心。陈老赵，从今天起，您就是我们黄天谷的农师，所有农事都由您说了算。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仙师放心，老臣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一定让大家能吃上自己种的粮食。仙师，您看，这把锄头比之前的结实多了，我把那些缴获的破刀断锤都熔了，一点点锻打出来的。很好，有了好工具，看口土地就能快很多，还能做更多的矛头镰刀吗？能，就是铁料太少了。我每天都带着人在山谷里转，看看能不能找到铁矿石。要是能找到铁矿，我们就不用这么紧巴巴的了。注意安全。仙师，这是这10天的物资账目，每日消耗法石3斗7升，收获渔获52条，野菜127斤，损坏锄头2把，镰刀1把，新增流民4人，都是从南边逃难过来的。是啊，现在每天都有人听说我们黄天谷有仙师庇护，能吃饱饭，冒着危险找过来。李文先生来了之后，账目清楚多了，比我之前用绳子打结强100倍。做得好，这些记录很重要，以后我们的人会越来越多，必须要有规矩。仙师，这是给您的猎物。言，谢谢你。明天开始，让你的族人也跟着陈老张学种地吧。渔猎不稳定，学会种地，以后就不会饿肚子了。我也会让王五教你们做更好的鱼龙。以后核心议事你也一起来，我们是一家人了。以后分配法石，你们部落和我们一样，按人头分，老人和孩子多分半分。我们听仙师的。仙师，出事了！一个新来的流民孩子偷了盐部落晾晒的3块肉干，被他们抓住了，差点打起来。我把人拉开了，孩子被他爹打得半死。人没事吧？皮外伤，但两边的人都憋着气。流民说他们小气，几块肉干而已。盐的人说我们的人手脚不干净，是贼。把两边的家长和首领都叫过来，偷东西不对要罚，但打人也不对，也要道歉。以后再有这种事，先找孙老汉或者我，不许私自动手。告诉所有人，在黄天谷没有流民和野人之分，只有黄天谷的人，谁再敢挑事儿，不管是谁，一律逐出山谷。是。无限白舟的能力依旧是最高机密，但也成了最大的悬疑。每日祈取符水的仪式变得更加庄重和神秘，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真有沟通天地无中生有的仙法。这种信仰带来了凝聚力，也带来了距离感，甚至孙老汉、李郎中看我时，眼神都多了几分敬畏疏离，而非最初的亲近。我曾尝试了多次那种带有一丝药性的清粥，可每次都失败了。仙师，盐快没了，能自己熬吗？附近并未发现盐泉或盐矿，即便有，熬制也需大量柴火和特殊器具，非我等所能。外出交易、抢夺成了唯二的选择，无论哪个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仙师，我们在例行巡逻中，于山谷另一侧更加偏僻、瘴气浓郁的裂隙深处，那人衣衫褴褛，瘦的只剩骨架，浑身布满污垢和奇怪的瘴藓，蜷缩在一个狭小的石洞里，栖息严隐。洞壁上还身边散落着几片打磨过的龟形甲和几根烧焦的细木蒿，像是一个巫卜。仙师身体极度虚弱，瘴气入体又久未进食，能活到现在已是奇迹。尽力救吧。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在他们那个土语之人反复说的中内词，意思是鬼谷，或者更准确的说，沟通鬼神之谷。在我们的古老传说里，这片山脉深处有一个能连接阴阳、预知祸福的神秘之地，由强大的巫石守护，凡人难以靠近。难道这人看出什么了？看出我能力的异常，还是仅仅因为谷中今日的变化和我刻意营造的神秘气氛？你是谁？从哪里来？谁？仙师，看此物，像是占卜用的贮草和龟甲，此人莫非是……
胸，大胸，厮杀指向心脏。这是在预言黄天谷将有大难，血流成河，还是另有所指？这个意外闯入者究竟是真的窥见了天机，还是一个故弄玄虚的疯子？他的到来对刚刚站脚跟的黄天谷是福是祸？看来暗流愈发汹涌了，不能让一个来历不明的疯话动摇军心。李郎中，他交给你好生看管。是。如今断言后，劳力抱怨浑身乏力，接着有人出现轻微浮肿，训练中的黄天之士们体力明显下降，动作变得迟滞，必须搞到严，要么换，要么抢。如何换？我们有什么？除了法石，别无长物。难道用舟去换？这显然行不通。白舟无法长途运输，更极易暴露山谷秘密。附近最大的集镇是60里外的黑石寨。黑石寨那里有市集，偶尔有关外来的商队，或许有盐，但路途遥远，且必经之路上有座官兵哨卡盘查甚严。往东70里有一处小军屯，听说是个转运粮草的中转站，或许屯有盐，但守卫不少，有木闸箭楼。不能硬抢军屯，我们实力未足，一旦硬攻，即便得手，也必招致大军围剿，黄天谷顷刻覆灭。如何智取？唯有智取黑石寨。我们需要一个身份，需要能换取盐的东西。张将头，我们能拿出什么？仙师，咱们打制的多是农具和粗陋兵器，自己用尚且勉强，恐怕都入不了商队伐木，除非能用那天铁。天铁就是这些官造兵器的铁料，比咱们自己炼的生铁好上太多。若是能熔了重成几把像样的腰刀或箭头，或许能值些价钱。但数量太少，那就需要更多天铁。王五，带人再探官兵溃败的那条山路，仔细搜寻，或许还有遗落。得令。严首领，你的人熟悉山林，可否在周边寻找是否有古战场遗迹之类的地方，看看有没有锈蚀的古代兵器？即便如此，恐怕也不够换取全谷所需的盐。再加上皮货，组织人手，加大渔猎。陈老丈，带人多采集些山珍野果，品相好的一并带上。那谁去？我亲自去。不可！谷主乃一谷之主，万金之躯，岂可轻涉险地？正是因为我是一谷之主，无人比我更懂权衡，无人比我更清楚我们需要什么，能付出什么。况且有些局面，或需鬼谷之名，方能应对。属下愿率力士护卫仙师前往。好，必誓死护卫仙师周全。你挑选5名最精锐的力士，严首领派2名最熟悉路径的向导。好。我们轻装简行，伪装成入山采药猎户，伺机交易，速去速回。我要出谷了，为了盐，你说大凶是指这次出行，还是指别的？内外，内外，内凶外凶，还是内外皆凶？前辈，前辈。仙师，万事小心。这是备用的伤药和驱瘴丸。是好家。不能从这儿过，从这儿绕，多走1天，能直接到黑石寨后山。记住，我们是西山里的猎户，采到些老参，换盐和铁器，少说话，看我眼色行事。听说了吗？巨鹿那边打得凶嘞，官兵好像吃了亏。嘘，小声点，不要命了。不过这粮价又涨了，盐更是贵得惊人。哎，这世道啥时候是个头？听说北边又闹瘟疫了，死的人都没人买。哟，皮子不错，这铁器看着也还行，哪来的？老林子里打的，祖传的手艺打的。走了。你们先带人去打听盐铺和铁匠铺的位置。那好像是青草，不会错。虽然干枯变形，但那独特的形态和色泽与我记忆中治疗疟疾的神药青蒿素的原植物极其相似。李郎中的瘴疟，盐部落族人对瘴气的恐惧。老板，这个怎么卖？驱蚊的草料，2个铜子1捆。你要这玩意儿后山多的是，没啥用。哦，闻着倒有些特别，我都要了。仙师，打听清楚了，
寨里只有一家盐铺，是寨主小舅子开的，盐价高得吓人，而且看人下菜碟，生面孔压价压得很。铁匠铺倒有2家，收铁器，但价格也给不高。先去铁匠铺。我看看，刀口还行，就是这锻造手法糙了点，这些最多这个数。您给个公道价，日后山里得了好皮货、好山珍，定先往您这儿送。行，看你们是实诚人，就这个价。掌柜的，寨里近来可有什么新鲜事儿？我们久在山里，消息闭塞。听说最近又有一批流民从北边逃过来了。是啊，多亏寨主威名，保一方平安。不知寨主是？我们寨主姓赵，赵黑狮，那可是条好汉，早年也……罢了，你们换完东西早些走吧。近来寨里盘查的紧，生面孔不宜久留。卖什么？掌柜的，买盐。粗盐还是细盐？粗盐50文一斤，细盐100文。什么50文一斤？上个月不才20文吗？这涨得太离谱了。嫌贵别买啊！现在兵荒马乱的，盐能运进来就不错了。过几天说不定还得涨，爱买不买。我们买粗盐，这是1贯钱，给我们称20斤。不行，你们这钱不行。怎么不行？这都是官府铸造的铜钱。你看这枚缺了个角，这枚成色不好，铜太少，还有这几枚磨损的太厉害了，这样的钱我们不收。胡说八道！这些钱在别的地方都能用，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行了？别的地方是别的地方，我们盐铺就这规矩，要么换好钱来，要么这些钱只能按8成算。8成，那我们只能买16斤了。16斤就不错了，要不要？不要就赶紧走，别耽误我做生意。好，就按你说的，称吧。掌柜的，你这秤不对吧？明显不够16斤。怎么不够？我这秤是官府校准的，准得很。你懂不懂秤啊？不懂别瞎说。你这秤砣都压到最外面了，最多只有12斤，你克扣斤两。你说谁克扣斤两？买不起就别买，滚出去！再敢胡说八道，我叫官差来抓你们这些黄笺鱼脑！把盐给我们。我们走。欺人太甚！这点盐确实是杯水车薪，难道真要冒险去抢那处小军屯？让开！又是哪个不开眼得罪赵阎王的？听说是个外边来的书生，想在寨里宣扬什么黄天之道，被逮住了。找死啊！这是。1、2、3，竟然是那个小丽，她怎么会在这里？还成了宣扬黄天之道的囚犯？他为何会在此？他宣扬黄天之道是真心投奔，还是另有所图？他是如何知道我可能在此处的？还是巧合？王旭认得我，一旦王旭开口招供，我以及整个黄天谷都将面临灭顶之灾。救人还是立刻撤离？仙师，您怎么了？那人，跟上他们，弄清楚他们把他关在哪里，小心不要暴露。无论他是敌是友，他知道我底细，绝不能留在黑石寨的人手里。打听清楚了，寨子西边有个石屋，原是仓库，现在当了牢房，守卫4个，2个在门口，2个在里面，换岗在此时。王旭关在里面，8九不离十，看到寨丁送饭进去。救风险极大，一旦暴露，全队乃至整个黄天谷都可能被牵连。不救，王旭一旦熬煎不过招惹出我，后果同样不堪设想。此时动手，王五，你带2人解决门口守卫，要快要安静。我带1人进去救人，其余人在外接应。若有变故，以哨声为号，立刻撤离，不必管我们。仙师，太危险，我去救人。你目标太大，容易惊动更多人。我身形更像寻常寨民，或许能蒙混片刻。这是命令。属下遵命。换岗这么早，催命啊！又要用刑吗？来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王旭兄，是我，是你怎么会？快走！这是个圈套，他们故意放松守卫，就是想调出你的同党。果然，要走一起走，告诉我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在这里？还宣扬黄天？
我放你走后，心中不安，又钦佩你为人，便辞了差事，想寻你。后来听闻三岔口反案，官府定性为黄间妖人作乱，我不信你会是乱党。一路打听，隐约听说这黑石寨附近有浮水救人的传闻，便想来碰碰运气。谁知刚试探着问了几句，就被当作黄金细作抓了起来。他们逼问我你的下落，我抵死未言，但他们似乎认定我知道些什么，故意设局。暴露了，冲出去！果然钓到大鱼了，都给老子拿下，死活不论，护住仙师！走水了，两旁走水了，快救火啊！冲！是那个卜士，他怎么会在这里？火是他放的。愣着干什么？不想死就跟上！你们到底是谁？我们是黄天谷的人。快抬进去李郎中！黑石寨的火光，突如其来的埋伏，惨烈的厮杀，还有王旭，他竟然真的找来了，是为了义气，还是其他？那个卜者，他怎么会出现在黑石寨？火真是他放的，他为什么要帮我们？他那内外凶兆，难道是指黑石寨之行？仙师，伤亡清点出来了，折了3个兄弟，都是好手，其余人皆带伤，换回的盐只够10天之用，代价太惨重了。3名精心培养的力士，换来的却只是杯水车薪的盐。王旭如何？李郎中在看，多是皮肉伤和虚弱，休养些时日，应无大碍。仙师，此人信得过吗？他毕竟是官府出身。我不知道，但他若想害我们，在黑石寨大可直接招供，先治好他，严加看管，我自有合计。李郎中人呢？让他立刻过来。你看看这个，此物名为青操，你可知晓？或许对账门有效。青操，属下似乎在某本残卷上见过此名，记载模糊，只说其气心寒，主杀虫，治恶疮，并未提及瘴魅啊。是，将其捣碎，或用冷水浸泡，取汁液给病患服用。记住，不可真煮。属下遵命，这就去试。盐只换来这些，但此番也并非全无收获。第一，我们确认了外界局势更加混乱，官兵与黄金大战无暇他顾，短期内大规模围剿我们的可能性降低。第二，我们找到了或许能治瘴疟的青操。第三，我们带回了王旭，他与我有旧恩，此次亦因我受累，但其心难测，需观察些时日。盐终究是大问题，10天后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要么再冒险出去换，要么就只能打军屯的主意了。不可，军屯守备森严，我们刚经历恶战，力势折损，怎能再动刀兵？那难道等着大家浑身无力，任人宰割吗？盐要解决，但不能再硬来。王须久在官府，熟悉衙署运作和军屯规矩，或许他有不同的法子。仙师是想用他？是用他的脑子，不是用他的人。待他伤好些，我自会去问他。眼下还有一事，我怀疑黑石寨之事并非结束。那寨主赵黑师吃了这么大亏，死了人手，岂会善罢甘休？暗中使绊，散播谣言，勾结官兵，借刀杀人，此乃外患。而内部，那卜者所言内外凶兆，不得不防。新老古民之间，盐部落与我们之间，历经恶战后的恐惧与疲惫，盐荒带来的焦虑，皆是隐患。若此时再有人暗中煽动，或是有细作混入，从今日起，隘口守备再加1倍。王五，你的黄天图示要日夜巡查，不仅防外，也要留意谷内任何异常动静。孙老，分配物资更要公允，若有怨言，及时上报。严首领，约束好你的族人，若有冲突，即刻来报我，不得私斗。王旭兄，感觉如何？多谢仙师救命之恩，在下惭愧。黑石寨中，多谢你出言警示。现在可能告诉我，你为何执意寻我，又为何提及黄天？当初放你走，是因觉得你心存人念，非大奸大恶之徒。后来听闻三岔口惨案，官府文书将你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妖道，我不信。此去立旨，一是心中不安，二是也想看看这世道是否还有别的活法。一路行来，所见皆是恶殍遍地，官吏腐败，豪强横行。巨鹿张角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非因他真有撒豆成兵之能，实因这苍天
早已腐朽不堪，令人活不下去了。我至黑石寨附近，听闻有浮水救人的仙师，便疑是你。我想问问你，你那日的善心可还依旧？你这黄天与那张嚼的黄天可有不同？我的黄天不要改朝换代，不要尸山血海，只要在这谷中给这些无路可走的人一碗粥、一块田、一个能活下去的规矩。但现在我们遇到了难关，盐快断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也缺铁，缺药一切。外面有黑石寨这样的恶虎环伺，内部也人心浮动。王岁兄，你久在宫门，熟悉事情，依你看，我们这黄天该如何走下去？盐或有一法，可暂解燃眉之急，但需冒险。黑石寨盐价高昂，皆因盐铁官营层层盘剥。但我知道有一条隐秘小道可通邻郡，那里私盐泛滥，价格低廉许多。只是路途更远，且需经过几处险处。私盐，这确实是条路子。至于内部，仙师以浮水仙法聚拢人心，虽有效，然终非长久之计。一生一句，意义被煽动。譬如那西边石刻，可命那书生抄录多份，由识字的或许可称宣讲史，于众人劳作之余，宣讲规矩之用意，章程之缘由。再譬如组建黄天历，虽是良策，想袍皆应明文公示，以示公允，避免私心。王旭此人果然不凡，他对基层治理的理解远超这个时代大多数浑浑噩噩的官吏。此人若真心想助，无疑是雪中送炭；但若包藏祸心，其危害也将更大。王某已是无家可归之身，蒙仙师再次搭救，苟延残喘。所言若有一丝可用之处，但凭仙师驱策。若仙师不信，王某亦可即刻离去，绝不累及黄天谷。王旭兄好生休养，你所言之事我会仔细斟酌。待你伤愈，谷中规矩宣讲之事，便劳你多费心了。必不负所托。这黄天之路果然步步惊心。王旭的提议风险太大，需要对路径、接头人乃至王旭本人有更深的评估。你派出最机敏的向导，沿着王旭描述的那条隐秘小路进行前期勘塔，不求抵达，只求确认路径存在并评估风险。是。今日叫你们三人来，正是为了明示规矩一事。孙老熟悉谷中大小事务，李文通文墨，王旭思路清晰，善言辞。你们三人合力，把西边的规矩用最浅白的话写清楚，每条都要讲明白，为什么这么定。仙师，您带回来的青草，我按照冷水进取的法子，尝试着给2个病情最重的、患有类似瘴魅症状的盐部落族人服用。几天后，那2人的寒热症状竟然真的明显减轻了。路是真的，但有狼群，更可怕的是有人熊。张哥他为了掩盖，人熊到底是什么？山匪还是别的什么？仙师，完了，全完了，盐没了，一粒都没有了。我知道了，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再练一组刺激。王大哥，实在没力气了，浑身发软，头也晕得厉害。又中了，这已经是第3个了。盐是力气的根本，没有盐，人就会浑身无力，身体浮肿，连走路都困难，更别说训练和干活了。仙师，梯田那边也不行，大家都没力气。今天一上午才开垦了半分地，照这个速，别说是种豆子了，连野菜都种不下去。仙师，不能再等了，再这样下去，不用官兵来打，我们自己就先垮了。是啊，已经有10几个老人和孩子出现了严重的浮肿和呕吐症状，再没有盐，不出3天就会有人饿死、病死。仙师，让我带一队人走私盐之路吧，我不怕死，只要能把盐带回来，怎么样都行。不行，太危险了，人熊和狼群还不知道有多厉害，万一你也出事了，谁来保卫黄天谷？那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大家饿死吗？我去。仙师不可，您是黄天谷的主心骨，您不能去，要去也是我去。仙师王大哥，不好了！隘口瞭望哨发来了最高级别的警号，有大队人马正朝我们黄天谷过来。山里的朋友莫要放箭，我等乃地宫将军张宝麾下，渡恶真人座前先锋。听闻此地有豪杰聚义，特来相投，供养黄天圣举。张宝，地宫将军，黄巾军，他们竟然找上门来了，是巧合，还是那卜者预言中的外患，以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应验了？接纳引狼入室，拒绝火并。
我们有能力挡住这近百人吗？其中还有不少看起来能战之者。黄天谷的黄天与张宝的黄天，终究要面对面了吗？地宫将军张宝麾下渡恶真人，张宝是张角的弟弟，在黄巾军中地位崇高。这渡恶真人又是何方神圣，竟能自成一部，还派出了先锋。仙师，怎么办？看样子不是善茬，若放进来，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戒备，问清来意。下方的朋友，我等亦是避祸山野的苦命人，在此结寨自保，只求一口吃食，并无意参与外界分领。诸位好意心领两管寡，恐难接待诸位豪杰，还请另寻他处吧。寨小两寡，朋友何必过谦？我等一路行来，早已听闻此间浮水仙师的善名，既能广施浮水，救济流民，岂会缺我等兄弟几口饭吃？莫非是瞧不起我的地宫将军的部下？还是说尔等这黄天是假的不成？仙师，他们这是要强闯。应聘是下策，或许可以拖延。诸位兄弟误会了，非是不愿，实是不能。近日寨中染了恶疾，恐传染诸位，这才闭门谢客。不如诸位先在寨外歇息，我等送上些符水聊表心意。待疫平过去，再议相聚之事，如何？恶疾巧得很，我家渡恶真人乃地宫将军亲封，精通符水医术，专治百病，正好可为尔等驱病饶灾。快打开寨门，迎我等进去。莫非尔等这恶疾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仙师，不可立敌，亦不可放任其入谷核心。观其队形，虽号称先锋，实则更像溃兵与流民混杂，其首脑亦未必能完全掌控。或可准其部分人入内观摩符水，其余人暂驻寨外，期间或可寻机分化，探查其虚实。此计虽仍是冒险，但却是在绝境中争取主动的一线机会，将风险控制在隘口附近，避免其直入腹地，同时试探其底细。好，既然真人神通广大，我等也不敢再推辞。然寨内狭小，难以容纳所有兄弟，请头领与部分随从入内观摩符水，其余兄弟可在寨外休息，我等自会奉上饮食，如何？好，就依你所言。不过我至少要带20人进去。可20人还在可控范围内。你就是那位符水仙师，看着倒不像有3头6臂。乱世求生，些许微末伎俩，不足挂齿。不知头领如何称呼？那位渡恶真人又是哪位高人？某家姓胡，兄弟们给面子，叫声胡八脸，乃地宫将军座下首席法师，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如今正率大军北上，广纳豪杰。你等在此小打小闹，能有甚出息？不如随我等共投真人，搏个封侯拜将。孙老，去端几碗符水来，给他们垫垫肚子。这就是所谓的符水。这20人虽然凶悍，但吃相狼狈，显然也是饥一顿饱一顿。装备更是杂乱，刀枪锈蚀，皮甲破损，与正规官兵相去甚远，更像是裹挟了大量流民的乌合之众。王旭的判断可能是对的，这更像是一股溃兵或地方性的黄金分支，打着张豹老的旗号扩张势力。先是这符水果然能保肚，不过光靠这个可养不起太多人吧？我看你这谷里也没多少存粮的样子。胡头领明鉴，确实艰难，所以才闭门自守，不敢招惹是非。哼，乱世之中想独善其身，做梦！要么被人吞了，要么就得出去吞别人。我看你这地方不错，易守难攻，不如这样，你我就此合为一家。你负责弄粮弄符水，我带兄弟们负责打杀，有渡恶真人做靠山，占了这方圆百里，岂不快活？要直接翻面吗？门外还有7、80人，还是虚与委蛇？先师，五哥，外面又来了好多人，打着官军的旗号，已经把山下那帮人围住了。有埋伏，是你勾结官府！放屁！我们若勾结官府，还会让你们进来？先师，看清楚了，是郡里的官兵，人数不少，至少200人，带队的像是那个黑石寨的寨主赵黑山。赵黑山，他竟然勾结了官兵，尾随这伙黄金杀过来了。他是想来个一石二鸟，既能剿灭黄金余孽，又能顺便报复黄天谷。好个赵黑师，好个毒计！现在怎么办？帮着黄金打官兵，那是坐实了造反，与整个朝廷为敌。帮着官兵打黄金，赵黑山会放过他们吗？只怕清算完黄金，下一个就是黄天谷。
坐山观虎斗，无论哪边胜出，下一个目标都是黄天谷。那卜者的大凶预言，以这种最糟糕的方式彻底应验了，内外皆敌，真正的绝境。胡头领，如今你我皆在死地，想活命就信我一次。你想怎样？合兵，先击退山下官兵。什么？和你们这些没有选择，官兵若胜，你我都得死，唯有合力杀退他们，才有一线生机。我黄天谷熟悉地形，可从侧翼突击，你带你的人正面顶住，这是我们唯一的活路。好，就信你一次。若是耍花样，老子先剁了你！王五，开隘口，黄天立誓，随我出击。无论如何，必须杀出一条血路。为了身后这片刚刚有了点模样的黄天，杀光这些反贼！是，这样不行，官兵人太多了。擒贼先擒王。王旭兄，敢否再行险招？先师吩咐，你即刻带几人向那赵黑师诈降，就说我等愿里应外合，助他剿灭胡八脸，只求他放过黄天谷，将他诱至前线。属下明白。赵寨主，莫再打了，我们愿助寨主剿灭黄金贼。尔等真愿降？千真万确，只求寨主信守承诺，事后放过我等股民。你们敢卖老子？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们回府，就是现在！杀！保护寨主！多谢彼此。胡头领，如何还能有什么打算？老子这点本钱都快打光了。回去找渡恶真人，怕是也没什么好果子吃。林仙师，你这地方不错，老子和这帮兄弟也没处去了。你若是不嫌弃，咱们就真和了吧。以后你说了算，老子给你当个先锋，如何？收留这批悍匪，无疑能极大增强谷中武力，尤其是经过实战检验的武力，风险巨大。但乱世之中，野性未必不能为用。可以，但既入我黄天谷，便须守我黄天谷的规矩，与股民一视同仁，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可能做到。娘的，老子说话算话，以后这条命就卖给黄天谷了。谁不守规矩，老子第一个剁了他！快看，是眼！虽然不多，但足以暂解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那卜者再次出现了。多谢先生再次救命之恩。鬼谷凶兆未退，内外皆敌。岩部落的态度如何？那神秘的渡恶真人和张宝大军是否会报复？还有赵黑师，他逃了回去，岂会善罢甘休？这面旗能庇护他们多久？先师都收敛好了，一共19位兄弟。都记下来了吗？名字、籍贯，家里还有什么人？记了，都刻在木垛上了。等以后太平了，我们给他们立块碑。先师，缴获的物资清点完了，刀剑27把，大多还能用；皮甲15副，破的居多，得修补；长矛43支，箭矢不到100支，还有那袋盐找到了，沾了点血，但还能吃。另外，从官兵尸体上搜出了3袋干粮，都是粗粮。伤亡呢？黄天志士战死11人，重伤7个，轻伤不算，几乎折损了一半。岩部落的战士死了3个，普通股民在混战中被流言射死了5个。我胡三今日在此立誓，自今日起与黄天谷同生共死。先师指哪儿，我打哪儿。若有二心，若违此事，叫我天打五雷轰，死无全尸，人神共弃。我等与黄天谷同生共死，若有违逆，人神共弃。哎呀，胡兄弟，请起，请起。诸位，今日胡八脸兄弟和他的弟兄们用行动证明了他们的诚意。从今天起，他们就是我们黄天谷的兄弟。我宣布，任命胡八脸为黄天人氏副统领，4位仅在王武之下。他的部下全部编入力士队，与原有弟兄一视同仁，同训练，同吃饭，同打仗。谢先师信任，我胡三这条命以后就是先师的，就是黄天谷的。诸位，今日我们在此歃血为盟，古有诸侯盟于柯下，曰以信，
有壮士盟于桃园，义已生。今日我们盟于黄天谷，不为称霸，不为封侯，只为在这乱世之中求一条活路。请大家依次上前，饮下这碗盟誓之水，共事遵守古规，互助共生，抵御外敌。若有违此事，天人共戮。我林默在此立誓，与黄天谷共存亡。我王武愿效死力，老朽这条命也拼了。胡八脸在此，有死无生。你说这些人真的能信吗？他们以前可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啊！谁知道呢？老东西，可扣到你爷爷头上了。老子拼命的时候，你还在窝棚里哆嗦呢。这点鸟食，塞牙缝都不够。你放肆！规矩就是规矩，狗屁规矩！老子只知道谁拳头大谁吃饱饭。干什么？因何喧哗？这老东西克扣我粮食，分配并无不公。你质疑长者，动手推搡，已触犯古规第7条，不敬尊长，扰乱秩序。按规当罚3日口粮，清扫茅厕3日。凭什么？就为这点小事，老子不服！规矩就是规矩，服也得服，不服你想试试？虎峥，丢人现眼的东西，老子的话都当放屁了！滚去受罚！管教不严，让二位见笑了。果然，光靠高压和惩罚，无法真正收服人心。先师，兄弟们也惯了，骤然受约束，难免不适。然无规矩不成方圆，黄天谷能存活至今，靠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众人同心，各司其职。先师，道理我懂，只是兄弟们提着脑袋干活，就图个痛快吃饱。现在这粮会有的，肉也会有的，但需循序渐进。眼下有一事，或可让兄弟们一展所长，亦能缓解谷中困境。何事？盐。王旭曾言有一条私盐小路，然勘探时折了兄弟，险阻异常。胡头领和兄弟们皆是刀山火海闯过来的，不知可敢探此险路？若成，沿路畅通，谷中粮食肉类供给皆可改善。兄弟们亦是守宫，探路厮杀正是某家本行。先师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定给谷中探出一条活路来。先生，内患暂平，外敌何在？赵黑石、渡阿真人，还是其他？卦象纷乱，凶星照命，非止一方，有人在看，一直在看。谁在看？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天机已被遮蔽。龙战于野，天机遮蔽。总觉得好几双眼睛在暗中注视着黄天谷，赵黑石的报复，黄金主力的动向，还是其他更未知的势力？就靠你们了。先师，您说他们能顺利找到盐贩子吗？那条路那么险。胡八连走南闯北多年，经验丰富，他既然敢接这个差事，就有几分把握。我们能做的就是守好家，等他们回来。先师放心，隘口这边我亲自盯着，绝不会出任何差错。先师，第10天了，胡八脸他们还没回来。再等等，可能路上遇到什么事耽误了。可是我们给他们准备的干粮只够10天的呀。先师，第10天了，还是没有消息，一点动静都没有。不会出什么事了吧？那条路那么险，还有狼群和人熊，都慌什么？胡老大他们既然自有天相，说不定明天就回来了。大家都回去干活，该干什么干什么。明天太阳升起之前，我会给大家一个说法。是我们的人，快放吊篮，接他上来！水！先师五哥，胡头领他们死了，都死了。怎么回事？慢慢说。路是有的，很险，过了狼谷，
快到那四岩寨子了，可是我们遇到了人熊，不是熊，是人，穿着兽皮，比熊还壮，刀枪不入。胡头领砍了他一刀，直冒眼睛，他一把就被撕碎了。他们从山里冲出来，好多，见人就杀，吃人，他们吃人。胡头领带我们断后，让我跑，回来报信儿。原来人熊是真的，如此恐怖。他们好像是跟着我们从黑石寨那边就跟上了，一直跟着。探路队几乎全军覆没，四岩之路被恐怖的人熊阻断。更可怕的是石头最后那句话，从黑石寨那边就跟上了，是巧合，还是赵黑石或者那渡恶真人这些恐怖的人熊？加强戒备，所有方向加倍警惕。龙战于野，奇血玄黄，这人熊便是那搅动玄黄之血的恶龙吗？还是说这只是更大灾难的前奏？还是没人。仙师，我们昨天就来过了，这里已经空了3天了，卜者好像又走了，什么东西都没留下。仙师，还是没找到卜者吗？又消失了，和上次一样，人间蒸发。唉，这卜师也是神出鬼没，偏偏在这个时候找不到人。没事，让王五再加强下巡逻，特别是晚上，不能有任何松懈。我这就去说。李郎中，快开门，出事了！怎么了？大半夜的，我们部落的几个孩子下午在下游浅滩玩水，回来就都不对劲了，上吐下泻的，还浑身发冷。快带我去看看。仙师，李郎中，您可来了，快救救孩子们！怎么回事？喝了药一点用都没有，他们烧得更厉害了，还拉个不停，都脱水了。最小的那个丫头已经昏迷不醒了。仙师，李郎中，我家媳妇儿也病了，和孩子们一样上吐下泻的。我家婆婆也是，还有隔壁的二丫，他们昨天都在下游洗衣服来着。怎么会这样？一下子这么多人都病了？仙师，不是疫病，是毒，有人在水里下了毒。下毒？确定？确定。症状虽似寒症，但脉象急促而乱，舌苔发黑，呕吐物中有极淡的苦杏仁味，应是某种矿物剧毒，投入溪中。虽被大量流水稀释，毒性大减，不足以致命，但足以让饮用中下游者重病。若非发现及时，孩子们怕是在赖以生存的水源里。这不是外敌入侵，这是来自内部的暗箭、阴毒、卑劣，目标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孺。是谁？是对谷中规矩不满，怀恨在心，严部落的敌人，还是早就去混入谷中的细作，赵黑石的人，或者那神秘渡恶真人的案子？立刻封锁消息。对外只说是误食了毒菇，统一口径。李郎中，全力救治病患，所需药材优先供应。王旭，立刻暗中排查所有近日接近过下游水源的可疑人员。王五，加强内部巡逻，尤其是水源地附近，发现任何行迹可疑者，立即拿下。仙师还是没有头绪，我把下游的水、泥土、水草都取样查了个遍，甚至连孩子们玩过的石头都化验了。就是找不到毒物的来源，这毒太奇怪了，无色无味，发作又快。我也查了所有最近去过下游浅滩的人，挨个盘问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每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而且互相可以作证。这可怎么办啊？现在大家都不敢靠近下游了，连洗衣服都只能跑到上游老远的地方。已经有3个孩子没挺过去，再查不出是谁干的，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再查，把范围扩大，所有最近半个月内经过谷的陌生人，还有和外界有过接触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换岗了，老李，你可以回去睡觉了。老李，你在哪儿？来人啊！出事了！粮仓出事了！和之前那些人的症状一模一样，也是手下是高药出。封锁整个粮仓，不许任何人靠近，检查所有粮食。王大哥，仙师，你看这块肉干不对劲，颜色发黑，还有一股怪味儿。没错，就是这个，上面有毒。我的天，有人在粮仓里投毒，这要是没发现，全谷的人都得被毒死啊！粮仓位置隐蔽，而且我们的换岗时间只有核心几个人知道，外人根本不可能摸进来，还能准确地找到肉干存放的地方。内奸，一定有内奸。
肯定是他们干的。他们以前就是土匪，心狠手辣，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就是，说不定他们早就和外面的官兵勾结好了，想里应外合灭了黄天谷。放屁！我们老大都发了血誓了，和黄天谷同生共死，你们别血口喷人。谁知道你们发的誓算不数？说不定就是你们故意演的一场戏。我看你是找打！都给我住手！现在是什么时候？敌人还没打进来，我们自己人先打起来了，是不是正合了内奸的意？没用的东西，还不给我滚回去！二哥，他们闭嘴！再敢惹事，我废了你！哼！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卜者说的内外皆敌，原来是这个意思。仙师，怎么了？我有话想单独跟你说。关于内奸的事，我好像发现了一点线索。此次中毒者，包括粮仓守卫，皆是最早一批跟随仙师的老人，或是岩部落的族人，而后来者，尤其是胡头领部下，竟无一人中毒。你的意思是，这目标明确，并非无差别伤人，更像是在清除老人，挑拨离间。其目的或许不是立刻多少人，而是要瓦解谷中人心，为外部攻击创造条件。好毒辣的计策！如果真是这样，那内奸的目的就不是简单的破坏，而是里应外合，彻底摧毁黄天谷。会是谁？可能是早已混入我等之中的其他人。仙师可还记得，我们收留的流民来历并非个个清晰。仙师，王先生，阿木醒了，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昨夜子时前后，我好像听到粮仓后面有动静，就过去查看，好像看到一个黑影，很瘦小，动作很快。我刚想喊，就闻到一股怪味，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难道是他？如果他真是内奸，那黄天谷从一开始就在他眼皮底下。立刻去找那个捕人！敌暗我明，内忧外患，这黄天谷竟已危机四伏到如此地步了吗？必须把他揪出来！粮仓被袭，兄弟中毒，这是触了我的逆鳞。但他现在消失了，如同鬼魅，我们如何去找？他既然费尽心机布下此局，绝不会就此罢手。只是开始，意在挑拨离间，让我们自乱阵脚。他必定还有后手，或许就在等外部攻击的信号。王霄兄说的对，他现在隐藏起来，我们盲目搜寻反而打草惊蛇，不如将计就计。将计就计？他不是想制造混乱，等外部攻击吗？那我们就给他一场混乱。假消息了！仙师病倒了，旧伤复发。李尚一摇头，怎么了？这是，肯定是仙师不行了。都散开，别聚在一起！仙师，大事不好了！救治中毒者的那味关键药材青草配的辅药，马上就要用尽了。怎么会这么快？这次中毒的人太多了，用量比预想的大了3倍。再不去采，后面再有病人就只能等死了。我知道谷外北边那座断魂崖的背阴处有，就是路太险了，平时没人敢去。人命关天，不能耽误。你们两个立刻收拾东西，护送李郎中出谷去断魂崖采药。可是王大哥，我们两个是专门负责看守隘口主哨的呀，我们走了，隘口那边就空了。什么空了？我会让胡扎头的人暂时顶2个时辰。救人要紧，快去！出了差错，我唯你们是问。是，王大哥。好，果然是你。
你们怎么识破你的？你的戏演得很好，可惜太心急了。你的目标太过刻意，反而暴露了你的目的并非杀人，而是为外部攻击制造条件。你自以为得计，却不知我等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你自投罗网。哼！成王败寇，要杀便杀。地宫将军和渡恶真人必会为我报仇，踏平你这小小鬼谷。渡恶真人，果然是他派你来的。赵黑石也是你们的人。告诉你也无妨，赵寨主早已投效真人，此次不过是配合老子行事，只可惜没能亲眼看到你们内乱火拼，被真人大军一举歼灭。哈哈，怕了吧？真人法驾已至黑石寨，明日日出之时，便是尔等灰飞烟灭之刻。老子不过先走一步，在下面等你们。最后一丝侥幸破灭，最大的危机并非内奸，而是内奸背后那即将到来的真正的雷霆一击。渡恶真人亲至，大军压境。你那些预言，那些卦象，是真是假？真又如何，假又如何？卦象不过是工具。老子说凶便是凶，说吉便是吉。这乱世渔夫，谁不迷信天性？略施小计，便将你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有一卦，或许是真的。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只是这血未必是我黄天谷的血。将他带下去，严加看管。王五，立刻召集所有力士和能战之人。王须、孙老、傅柔准备应急物资，我们准备迎战。得令。装神弄鬼！黄天谷的渔民们，尔等受妖道蛊惑，对抗天兵，罪该万死。然上天有好生之德，地宫将军慈悲，真人我亦不忍见尔等尽数化为齑粉。放下兵器，跪地投降，交出妖道林墨，真人可饶尔等不死，甚至引尔等皈依黄天正法，共享太平。要战便战，啰嗦什么？对方并不急于强攻，而是要瓦解我们的斗志。冥顽不灵。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有法，我中箭。有啊，准备迎敌。不能这样下去，士气一旦崩溃，隘口必失，必须做点什么，必须对抗这邪法。可是怎么办？我只有白粥，难道用粥泼他们吗？不对，我的能力似乎能回应强烈的意念。那次之障脉的清粥，或许可以。城主，我们只是想活下去，我们有什么错？黄天救我！黄天力，黄天力，放！黄天力，无主拒我杀！难道真要亡于此地？那几粒豆子，黄天二字，他不该是那种席卷天下、尸山血海的狂想，也不该是这种蛊惑人心、操纵生命的邪法。黄天是让卑微者活下去的土地，让生命能扎根，让豆子能发芽的那片土地，是绝望中的一点念想，是黑暗中的一粒微光，是活下去的权利。以此豆为祭，以此骨为凭，愿我黄天厚土载物，生生不息。地龙翻身！
不可能！杀下去，击溃他们！黄天谷守住了。仙师，我们守住了，守住了。可代价是什么？黄天市战死19人，重伤残废者5人，还能站立的不足10人。连部落战士死7人，普通青壮古民死11人。妇孺在混乱中也死了3人。仙师，那些人怎么处置？杀了数十条人命，放了恐疑后患。收留粮食从何而来？他们大多也是被蛊惑、被裹挟的可怜人，皆是苦命人。愿留下者，需歃血盟誓，守我骨龟，与我等一同劳作，不得有误。若有异动，格杀无论。不愿者，收缴兵器，驱出山谷，自生自灭。妖道，你用的什么邪法？与你何干？赵黑师逃了，你的大军灰飞烟灭。现在告诉我，张宝主力何在？仁雄又是怎么回事？你说出来，我可让你死得痛快些。想知道，偏不告诉你，你们都得死！地宫将军大军不日几步，还有那些山鬼，他们会找到这里，吃掉你们所有人。我在下面等你们。这些豆苗是因我而生，还是这黄天谷的土地本就他们驱散了邪法，但也吸走了生命力？那些软倒的信徒，并非完全因为邪法被迫，或许也被这些豆苗汲取了生机。是恩赐，还是诅咒？胡八脸他们死了，死在山外，尸骨无存，很多人死了，埋骨于此，但还有人活着，豆苗还在生长。清点所有存粮、工具、人手，重新编制队伍，能战者与劳力合并，轮流守隘劳作。这些豆苗暂且保留，观察其性。李郎中，尤其注意是否对人畜有害。从明日起，所有们要在冬天到来之前开垦出更多的田，储备更多的食物，打造更多的武器。黄天谷还在。代价惨重，前路未卜。仙师，都统计完了，掩埋了同矛，清理了战场，又收编了投降的47人。现在谷里能下床活动的，一共189人。壮劳力呢？算上能勉强干点轻活的妇孺，加起来都不到120。这次仗打得太惨了，好多能干的小伙子都没了。存粮呢？仙师，情况很不好。上次从官兵那里缴获的3车干粮早就吃干净了。我们原本攒的那点野果、块条和肉干，本来还能撑1个月，现在多了47张嘴，几天就见底儿了。现在粮仓里真的是空了，1粒多余的粮食都没有了。法师不是无限的，我每天能变出的量是有限的。从今天起，每日法师的量再减3成，每人每天只能领2碗稀粥，仅够吊着命不被。仙师，这怎么行？力士们还要训练，还要加固隘口，老百姓还要开垦土地、砍柴过冬，每天2碗稀粥根本撑不住啊！我知道，但没有别的办法了。必须在下雪前储备足够过冬的粮食和柴火，还要加固窝棚、缝制冬衣。心降者人心未复，需以工代管，将其打散编入各组，由老人带领，严加看管。似有微毒，能损人精神元气，而非致命。有问入药，或可入药，用以镇防止痛，但绝不可食用。这些豆苗当日是如何驱散邪法的？他们吸取的难道真是人的精力或狂乱？打死这些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没有我们收留，你们早饿死在外面了。凭什么我们累死累活养着这群废物？谁稀罕你们这口粥？要不是没出去，整天干活还吃不饱，当我们是牲口吗？都给我住手！仙师，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粮食不够，人心不稳，外面还有张拔大军和山鬼的。
冬天一到，不用敌人来攻，我们自己就得冻死饿死。要是胡炸雷他们在，或许还能出去想想办法。内忧外患，守在治内。当下之际，唯有开源节流二策并行，即进一步严格口粮配给，优先保障劳力和守卫。开源，恐需狩猎大型野兽或采集过冬山货，或寻找那私盐小道的其他入口，哪怕只能换回少许粮食不赔。我去，我带一队最精炼的人，不走远，就在附近山林狩猎。若能打到大家伙，肉可食，皮可御寒。让我进去，我要见仙师。我有办法，我知道哪里有过冬的粮食。何事喧哗？让他进来。仙师，诸位头领，我知道一个地方，就在这山谷往西30里的老林子里，有一处废弃的山神庙。早年我随爹娘逃荒路过，在那里避过雨。那庙底下有个地窖，里面好像藏着粮食，是以前庙里和尚藏的。我们当时饿极了，也没敢多动，只拿了一点。地窖藏粮，此话当真？千真万确。那地方很隐蔽，入口被塌了的石头半埋着，一般人找不到。我记得路。仙师，我带人跟他去。若真有粮食，我黄天谷或可度过此冬。那地方附近可有异常？你可曾听说过山鬼出没？山鬼？没听说过。那地方就是偏，路难走，倒没听说有什么怪物，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需多做准备，速去速回。好，王五，你挑选5名最得力的好手，带上武器和绳索。芸娘，烦你带路。记住，此行只为探明情况，若有粮食，先取少量带回，确认无误再2次搬运。若遇任何危险，立刻撤，保全自身为要。是。仙师，昨日芸娘提及那山神庙，属下后来细想，总觉得有些不安。哦，有何不妥？属下早年行医，曾听一游方僧提及，西边深山确有一处古庙，但并非什么善地。炼邪丹遭了反噬，怨气凝聚不散，山民都叫它鬼庙。鬼庙、邪丹、怨气，芸娘只说是废弃避雨，可没提这些，是芸娘不知情，还是她刻意隐瞒？此事还有谁知道？人言，只是昨夜想起，心中难安，特来禀报仙师。做得对，此事暂且保密，我自有计较。仙师，若真如此，王五他们此行恐是凶多吉少。那芸娘，立刻派人追上他们。山神庙！山神庙是陷阱，果然是陷阱。芸娘，她竟然是奸细，她用她丈夫的死和编造的故事骗了所有人。我要宰了那个骗子！站住！现在杀他有什么用？怎么办？派人去救，来不及了。30里山路，等赶到，一切早已结束，很可能救兵也会陷入重围。不救，眼睁睁看着王五和5名最忠诚得力的手把手下送死。仙师，你看，是官兵还是黄金？屋漏偏逢连夜雨，内有奸细未除，外有伏兵陷境，现在又有大军压境。仙师，他中了毒，和之前粮仓的迹象类似。人间不止芸娘一个。王旭，你立刻带人控制住芸娘，但先不要杀她，严加审讯，问出她知道的一切，尤其是关于山鬼和赵黑师的布置。孙老、李郎中，组织所有妇孺和老弱，立刻转移到后山那个最隐蔽的洞穴，带上所有能带的粮食和物资，其余所有能拿动武器的人，全部上隘口，准备死战。兄弟，对不住，我必须先守住这个家。敲响警钟，黄天谷死战，一夕冬眠。红金帮，里面打起来了，是内焰，早就暗藏在降兵里，内外夹击，隘口守不住了。王岁，带你的人去镇乱，这里我顶着。仙师保重。放箭！就要结束了吗？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挣扎，
最终还是逃不过覆灭的命运吗？是山鬼。仙师，坚持住，援兵到了！援兵，山鬼竟是援兵！放箭，快放箭！怪物，他们是怪物！黄天谷，杀！退射！刘当家，仙师，我们回来了。王五，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跟着芸娘前往所谓的山神庙，一路无事，直到接近那处确存在的废弃庙宇时，芸娘突然借口小喜脱离队伍。山鬼、土匪，帮助！原来山鬼并非同族一体，存有派系之分。这些出手相助的，似乎是对抗那些被邪法控制的同类的。多谢元首之恩。山鬼为何相助？那个手势意味着什么？被渡恶真人控制的山鬼又是怎么回事？不知与这些山鬼是否有联系？还有西面那片更深、更神秘的群山，究竟藏着什么？仙师，赵黑山嘴硬，只求速死，但那云宁说，他确实是赵黑氏早就安插进来的棋子，祈福战死也是赵黑氏故意设计，为了让他更能曲线于我们。山神庙埋伏，内部煽动叛乱，都是赵黑氏和那渡恶真人计划好的，目的就是彻底铲除我们，夺取山谷，并找到某些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具体。渡恶真人对那种子极为看重，只隐约听赵黑师提过，似乎是什么古代遗留下来的种子，就在这山谷某处。渡恶真人对那种子极为看重。种子？难道这黄天谷真的藏着什么秘密？还有，芸娘透露，渡恶真人似乎并未离开太远，就在黑石寨附近养伤。张宝大军可能真的在北上途中。召集所有人，我们有很多事要做。仙师，清点完了，能战者算上伤势较重的，不足40人。粮食，即便算上收获土匪的那些，也仅够全谷半月之需。盐又快没了。新降者中参与叛乱者17人，已处决，剩余30人，如何处置？一视同仁，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守规矩便是黄天谷的人，再生一心，格杀勿掠，将他们打散，编入劳作队，由你亲自盯着。是。王五那边，绿郎中用了药，能否熬过，看天命。带我去看看仓库，从今日起，口粮再减2成。仙师，大家刚经历恶战，又受伤又受累，再减口粮，怕是什么？怕撑不住，怕倒下。看看我们脚下，看看我们身边倒下的兄弟，我们撑住了敌人的刀枪，撑住了内奸的背叛，难道撑不住这几口粮食吗？吃不饱会死，但守不住这里，我们所有人，包括老人和孩子，都会死。要想活下去，就得比谁都狠，对自己狠。盐，王岁，带我去看看赵黑师和芸娘的随身物品。经言，符号，线索似乎又联系起来了。赵黑师有来自外界的经言，证明他们确实有稳定的补给渠道。收好，这盐关键时刻再用，这符号记住它。铜袍战木，其家眷古养，幼有所育，老有所终。叛谷投敌者，虽远必诛，天下共击之。黄天谷还没完，死了的人用命保住了这里，活着的人就得把他们的份儿一起活下去。从明天起，所有人，包括我，包括伤者，只要还能动，就给我去开荒，去砍柴，去狩猎，去织布。我们要在冬天大雪封山之前，让仓库堆满粮食，让窝棚不透寒风，让每个人身上有棉衣。我们可能还会死，但绝不能死在饿和冻上。都听明白了没有？明白了。
山鬼为何相助？那个手势，那神秘的符号，还有卜者，他究竟是谁？是敌是友？他现在又在何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探究谜底，而是活下去，积蓄力量，直到有一天能够走出这片山谷，去主动寻找答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被动的等待命运下一次的捶打。冬天终究还是来了。现在只有在有人出现严重虚脱时，才能取出极少盐化水服用，每一粒盐都关乎性命。王旭，你每日工作就是巡视，严格执行口粮配敌和劳作分工，偷懒、私藏甚至多拿一根柴火都会受到严惩。非常时期，只能用非常手段。是。小心！西面有吃的，要找，但要小心。这是山药，好多好多啊！意思是西面有大量的这种食物。快回去！他到底想说什么？他在示警，还是在指引？西面有食物，但也有巨大的危险。他为何要帮我们？他到底属于哪一方？确实山药，也叫土玉，能吃顶饿。但这季节地表根本地下找不到，除非能找到他们和更深处未知区域的方向。先是卜者之言，不可全信。粮食危机迫在眉睫，任何一点希望都无比珍贵，但不赦的行为太过诡异，难以信任。王旭，你怎么看？卜者此人敌友难辨，但其行为似乎总有深意。此次示警，宁可信其有，或可派一支极精简的小队，由熟悉山林的老手带领，前往西面边缘谨慎探查，绝不深入，以确认是否有此类食物来源。同时，谷中需加强戒备，以防调虎离山。就这么办。你带着2名同样精于追踪和隐藏的族人，前往西面进行为期2天的极限侦查。你们的任务不是采集，仅仅是确认卜者所言的真伪和危险程度。明白。卜者的再次出现，究竟是生存的转机，还是另一个更深陷阱的开始？黄天谷的这个冬天，注定了不会平静。是山鹰他们回来了！怎么样？发现了什么？其实有，真的有很多。就在黑风涧过去一点的背风坡，一片地被拱开了，下面全是这种土玉，多得像做梦一样。粮食，真的有大量的粮食，但是有看守，不是山鬼，是别的东西很多，像巨大的披着硬毛的野猪，獠牙有这么长，凶得很。看不清，雪大，但感觉至少10几头，可能更多。他们好像就住在那片土玉地下面的洞穴里。10几头甚至更多的大型凶兽，黄天谷现在全部能战之力加起来，恐怕也不够他们一次冲锋的。辛苦了，你们立了大功，先下去好好休息治伤。先师，这看得见吃不着，更折磨人啊！硬抢肯定不行，我们耗不起任何人命，或许可以智取。如何智取？用陷阱，那种体型的猛兽，寻常陷阱恐怕无用。用火攻，雪地难以燃起大火，且极易暴露我们自己，引来其他危险。山鹰说，那些巨兽是看守，他们住在土鱼地下的洞穴里。他是这么说的。他们以土鱼为食，应是如此，否则为何聚集在那里？如果我们不与之争抢地上的，而是分享呢？分享？那些土妖如此之多，巨兽定然吃不完。我们只需取用少量，或许不会激怒他们，甚至我们可以用别的什么东西交换。交换？我们有什么东西能跟那些牲畜交换？盐。野兽皆喜盐味，我们的精盐无比珍贵，但若能用极少一点，涂抹在某些离兽穴的地方，吸引部分巨兽离开片刻，
我们或许就有机会快速挖取一些土域离开。值得一试，但必须计划征袭，人选、路线、时机、撤退方案缺一不可，而且只能取用少量，绝不可贪心。一会儿你们就用这个，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活着回来。回来了，他们回来了！成功了，仙师，我们成功了！那盐真的有用，几头最大的家伙被引开了，我们只有不到1炷香的时间，拼了命的挖，刚撤出来就听到后面兽吼连天，吓死人了！好，你们立了大功。这是我们从一个塌陷的坑边挖的，当时太急。注意，塌陷的坑？什么样的坑？就是黑风剑往里的一处背风坡，地势很怪，像是塌陷过。挖的时候感觉下面很空，还有冷冻风往上冒。黑风剑，巨兽巢穴，红色的土，金属碎片。卜者指引的食物来源下方，似乎还藏着别的什么东西。这一次的收获带来的不仅仅是食物，似乎还有新的谜团。这红土非本地所见，倒像是深埋地下多年，或是经过烈火煅烧后的土质。碎片呈灰黑色，边缘不规则，质地坚硬，表面有奇怪的腐蚀痕迹，却又能看出极其响微的人工锻造的纹理，非铁非铜，如此细小却如此坚硬，不似寻常兵器或农具碎片。那地方，黑风剑往里的背风坡，地势很怪，像是塌陷过。我们挖的时候感觉下面很空，还有冷风往上冒。塌陷，地下空洞，冷风，这底下难道藏着什么？这碎片，它们来自何处？蕴藏着什么？是幻觉，还是这碎片残留的某种记忆？仙师，没事。此事暂且保密，不得外传。你们发现之地也绝不可再对他人提起，包括其他族人。王旭，你博闻神系，可能从古籍杂谈中寻得类似红土或金属的记载。属下尽力，但恐希望渺茫。此类事物闻所未闻。仙师，负责看守召黑师的人报告，召黑师近日有些异常。异常？不再像之前那样吵闹求死，反而变得很安静。时常侧耳这种听着外面的风雪声，嘴里似乎念念有词，像是在计算着什么。而这道桃而如意的笑容，计算。赵黑石这种地头蛇对当地的气山川地形极其熟悉，他在计算什么？风雪还是别的？加强看守，是，绝不能让他有机会作乱。还有一事，属下近日整理从云娘处缴获的物品，那根铁簪上的符号，属下似乎在一本极其古老的关于山川地理的残卷中看到过类似。怎么说？那残卷年代久远，与旧不相，只提及某些深山大泽之中存在古老的守密之族，他们信奉某种非神非鬼的磐石之力，会用特殊的符号标记与地脉相连之处，但记载模糊，且守密之族早已被视为传说，不知所踪。守密之族，磐石之力，地脉相连。来了，他们来了，听到了吗？地龙翻身，鬼门关开，你们完了，黄天谷完了，谁都跑不了。那似乎是东南方向，并非西面山鬼的领地。今晚轮流在土地庙值守，有任何变动随时禀报。幻听？不对，是真的哭声。我出去看看。不行，风雪未平，外面情况不明，太危险。可能是陷阱，敌人想诱我们出去。或许是附近山民逃难，遭遇不测，乱世之中，一子而食都不稀奇。一个被遗弃在雪原的婴儿，似乎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王五，你尚未好，守在这里。王潇，点5个人，带上绳索、火把、武器，跟我出去。是。打开隘口小门，用绳子互相拴住腰，绝不可分散。一旦有异动，立刻退回，跟紧我。仙师找不到。或许真的只是幻觉，或是陷阱已经失效。快退回去！
兽皮很旧，但立志工艺尚可，是附近山民常用的那种。那符号与云娘铁簪上的符号，以及我在古籍残卷中看到的守密之族符号几乎一模一样。这根本不是意外，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充满恶毒暗示的馈赠。不像，山鬼若报复，只会直接冲杀。此举更像是一种仪式，或者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沟通方式。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传递某种信息。沟通？用这些来沟通？难道这黄天谷，或者说这片土地的下方，真的存在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古老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正吸引着，也牵扯着多方势力。渡我真人在找他，赵黑石知道他，山鬼可能与他有关。而现在，这个守密之族也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发出了他们的信号。他们想表达什么？警告我们离开，还是别的？那婴儿又是谁？那断指的主人是谁？为何要采用如此惨烈的方式？李郎中，能看出这婴儿和断指死了多久了吗？婴儿应在2日内冻毙，至少断了几十年以上啊！埋了吧，找个地方好好安葬这孩子。至于那截手指，一并埋了。今日之事，所有人不得对外泄露半个字，违令者严惩不贷。仙师，此事太过蹊跷诡异，恐非吉兆，是否要加强谷内侦查，尤其夜间？不仅要加强巡查，还需立刻审讯赵黑师和云娘，他们定然知道些什么。特别是赵黑师昨日的狂笑，绝非无故放肆。非常之时，需用非常手段。仙师，赵黑师他死了！怎么死的？就那么死了。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开始抽搐，眼睛瞪得老大，嘴里冒着黑沫子，没几下就没气儿了，像是中了剧毒。中毒？在严加看管之下，如何中的毒？是藏在牙里的毒囊，他是自己咬破毒囊自尽的。云娘，还有云娘！都来了，躲不掉的，地下的要醒了。族长，那是族长。仙师，都3更天了，你还没歇着？再看看这些东西，太奇怪了，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您都连续熬了3个通宵了。昨天李郎中过来给您诊脉，说您气血虚的厉害，再这样熬下去，身体会垮的。知道了，放着吧。不是幻觉，地底下真的有东西。怎么了？你们没听到什么声音，没感觉到地面震动？没有啊，仙师，只有风声。只有他听到了，只有他感觉到了，是幻觉还是？咦，好像地底下是有点什么声音，像是老鼠打洞。好像是有点。这能量与我之前灌注的生存意念截然不同，更加原始，更加冰冷，带着一种亘古不变的存在感。这是磐石之力。地底的低语并非幻觉，西山地下的古老秘密正在浮出线索。有什么东西真的正在黄天谷的下方苏醒。或许这黄天谷最大的秘密和力量从来不在外面，而在脚下。王五，立刻叫醒王旭、李郎中、陈老丈，还有山鹰，要快！召集一队绝对可靠、嘴巴最严的人，带上所有能用的挖掘工具，要快！我怀疑，我们一直寻找的答案，甚至渡恶真人寻找的种子，可能就在这谷中地下。哇！我们必须挖开看。那里，我感觉那里的回应最强。动作轻点，先从这儿往下挖。仙师，是不是弄错了？这是绝非天然形成。这显然是一个机关，或者锁孔。可是，钥匙在哪里？快，去把云娘那根簪子拿来。
我下去看看。仙师，不可！下面吉凶未卜，岂可轻易涉险？让我带人先下去查探。仙师乃一谷之主，万不可亲身犯险。此事蹊跷诡异，需从长计议。正因吉凶未露，我才必须下去。有些东西，或许只有我能感知，能应对。我意已决，王五，你伤未愈，留守上面，若有异动，立刻接应。王叔，你带2人，随我一同下去。其余人守住入口，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入，也绝不可让外人靠近。属下遵命。身份识别，请表明授权。身份识别，授权。权限碎片确认，临时访客权限授予。这里根本不是古代遗迹，这更像是一个被遗忘的、停滞了的生物实验室或某种微生基地。警告：能源水平临界，生态维持系统故障。系统故障，请授权者尽快前往核心控制区。这个似乎就是通往那里的钥匙。这不是道法，不是仙术，更不是任何我所知的古代文明能留下的遗迹。这是一种冰冷的、超越时代的，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力量体系。仙师，这是阎罗殿还是？去还是退？退回去，关闭这扇门，当一切从未发生，继续在谷中过着朝不保夕、强敌环伺的日子，还是向前，踏入这彻底的未知，去面对可能无法想象的危险，也可能抓住一线改变一切的契机。跟我来，保持警惕，不要触碰任何东西。这里曾经进行着某种生物改造，还是别的？警告：能源核心不稳定，泄漏风险。这就是能源核心，正在崩溃的核心。插入权限碎片，尝试稳定序列，否则核心熔毁倒计时。如果这玩意儿爆炸，整个黄天谷甚至这片山脉都可能被从地图上抹去。仙师，这里曾经遭遇过袭击，那些怪物是什么？警告：稳定失败，启动最终应急方案，所有剩余能源导入备用维生单元，激活寒食守卫协议。能源核心即将休眠，授权者能量声明已记录，优先保护。仙师，结束了，还是刚刚开始？磐石守卫协议，那是什么？还有能量身后已记录，优先保护。我们上去。下面那是什么？上古洞府藏着我们仙人留下的某种磐石之力的根基，但这根基受损严重，力量正在流失。方才的震动和声响便是其不稳的征兆。那可如何是好？根基不稳，是否会塌陷波及我等？短期内应无大碍，但其力外泄，恐已引起外界注意。从今日起，此地列为最高禁地，加派人手看守。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更不得试图开启。把那洞口掩了，不要让任何人发现。那芸娘簪子上的符号，正是开启这洞府的钥匙之一。此事绝密，关乎我黄天谷存亡，任何人不得外泄。弟媳戒备！上次山鬼相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们这次又来做什么？礼物回报友好。送来宝贵肉食，就被他们猎杀了这么多。山鬼的再次到来，绝非仅仅是送那么简单。他们必然也感知到了之前假设施的异常震动和能量波动，他们是在表达善意，也是在试探。多谢厚礼，黄天谷铭记于心。东南很多坏人，要小心。东南，又是东南方向。
之前那诡异的号角声也是从东南而来。你们知道那些坏人是谁？看来山鬼与东南方向的某种势力是死敌。山鬼的警告和仇恨，地下设施最后的警示磐石守卫协议，还有赵黑石死前的狂笑地龙翻身鬼门开，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东南方向。那里究竟正在发生什么？回去，从今天起，东南方向哨位加倍，日夜监视，所有人轮班备战。是。平静的日子要结束了，黄天谷的存亡战或许即将来临，而这一次，敌人可能远超之前的想象。东南到底有什么？赵黑石死前喊过地龙翻身，鬼门关开。余娘疯癫时也念叨，地下的要醒了，诅咒。如今这号角声又来自东南，山鬼对其恨之入骨。磐石守卫协议，难道这号角声与那所谓的协议启动有关，与那设施崩溃前试图激活的备用维生单元和守卫有关？而山鬼的世仇是否也源于此？无论如何，东南方向的局势已成定局，我们必须立刻做好准备。毛旭，你博闻广记，可能从任何古籍传说中找到关于东南方向或是地龙鬼门相关的记载，任何蛛丝马迹都可能有用。李郎中，你精通药时能否常配置一张大规模使用的能让人虚弱或混乱的药物？属下尽力。若是敌军势大，或可出其不意，那奇异豆苗能吸收狂乱的特性，或许能加以利用。吸收了地下设施泄露的冰冷能量后，这锅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得更加沉重，与脚下的大地联系似乎也更紧密。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现在能去感知东南方向的能量波动，或者调动那所谓的磐石之力。那磐石守卫协议似乎并未真激活，或者激活的条件远非我现在所能理解。虽然希望似乎渺茫，但准备必须竭尽全力。来了，好多怪物，还有旗，黄色的旗，怪物不是人，穿着刀枪不入，见人就杀。黄色的旗上面画着鬼脸。他们就在30里外，正在扎营，最迟明天就能到谷口。怪物，铁壳子，举枪不入。黄色的鬼轮脸，额头上有一个角，好像是有，额头上有个独角，看着就邪门。独角鬼面旗，那是历史上张宝麾下一直以邪法蛊惑人心、作战极其疯狂的直系部队。杜尔真人，他果然和张宝大军勾结在了一起，或者说，他本就是张宝的人，而他带来的恐怕不仅仅是普通的黄金兵。不管他带来什么，黄天谷寸步不让。那些穿着铁壳子、刀枪不入的怪物，很可能就是他用邪法炮制出来的所谓黄金常侍。杜尔真人的邪法还远超想象。最后的迷雾被拨开，露出的却是更加狰狞的真相，终于露出了獠牙。兵临城下，明日即到。诸位，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话他们喊，我们却不信。我们的黄天不要尸山血海，不要改朝换代，只要脚下这块地，碗里这口粥，身边这些人，他们不给我们活路，那便战，为了黄天谷死战！死战！黄巾军势大，连州郡官兵都屡战腐败，我们这区几百饥寒交迫的山民如何抵挡？不如趁夜弃谷逃亡，或干脆投降。投降？诸位可知居里广宗之事？黄巾所过之处，保皆破，其士卒尽土，不从者皆为齑粉。尔等以为我等在官府眼中是黄巾余孽，在那张宝眼中又会是什么？是可供驱下的袍毛，还是需要彻底清除的碍眼的冒牌货？唯有死战，方有一线生机。隘口险诱，我等据险而守，未必不能拖延时日。或许会有转机。转机？在这荒山野岭，能有什么转机？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加固防务，需立即明确赏罚，同仇敌忾。另需派死士趁夜前出，多方打探敌军虚实兵力，最好能寻机向外界求援。求援？向谁求援？官府视我等如贼寇，豪强自顾不暇。未必是官府豪强，别忘了西边的山鬼，他们与东南之敌似有世仇，或可借力。再者，黑石寨虽破，周边是否还有与赵黑石、刘当家有仇之势力？乱世之中，唯有利和，哪怕是一线希望，也需尝试。
山鬼部落空了，只剩老弱。他们说巨岩带走了所有战士，像是要去报仇。山鬼竟已先一步主动出击了，这或许是好事，分担压力，但也意味西面借兵之路已断。派往北面的猎人再无音讯，恐怕已是凶多吉少。这张宝麾下的精锐，显然比赵黑石、红崩之流难对付得多。是巨岩，他们竟然埋伏在那里，选择了黄巾军最松懈的时期发动了突袭。是妖术！连强悍的山鬼突袭都无功而返，反而损兵折兵。黄天谷还能守多久？黄天谷的最后一战，明日必将爆发，除了死战，已无他路。山鬼的败退彻底打标了任何侥幸依恋，今日唯有依靠自己。稳住，等近了再打，放箭！文木60。是鬼面鹰的精锐，小心！顶住！绝不能让他们撞开！照这样下去，大门被破只是时间问题，哪怕只是弄出些滚烫的粥水泼下去也好。他似乎无法再轻易取出食物了，是因为吸收了地下那冰冷的能量而发生了改变。药法！是药法！完了！机会杀！放火油！敌军虽退，但阵型未乱，主力犹在。今天挡住了，明天呢？后天呢？谷中箭矢将尽，滚木掠食也不多了，人手更是死伤惨重，还能撑多久？先师，刚才我们的人在清理战场时，从一个被砸死的黄金头目身上搜到了这个。左中郎将董卓齐都尉曹操，波才被迫，官军在颍川取得了大胜。虽然援解不了荆轲，但这证明黄巾并非不可战胜，官军正在反击，而张宝主力在颍川受挫，或许意味着围攻黄天谷的这支偏军后援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充足。兄弟们，看，官军在颍川大胜，黄巾贼首波才已被斩了，张宝自顾不暇，我们面前的只是孤军，守住！只要我们再守几天，援军必至，皇天佑我！还有我，先师最多还能支撑3日，若是省着点儿，或许4日，盐早就没了。3日，那渡恶真人显然改变了策略，意图困死我们。颍川捷报固然振奋人心，但官军远在数百里之外，剿灭波才后是北上冀州攻打张衍兄弟，还是南下南阳，尚未可知。指望他们分兵来救这深山之中的小小山谷，无异于痴人说梦。希望正在被残酷现实抹灭。早知道是这等死法，不如当初降了。凭什么他们老人孩子还能分到点粥，我们就要饿着肚子守城？听说下面那些黄巾也是吃不上饭才造反的，说不定我能勉强用锅中残存的性质已变的能量，偶尔激发出一点点冰冷的精神力量震慑宵小，却无法变出粮食。难道黄天谷没有亡于刀兵，最终却要亡于内乱和集团？必须想办法弄到粮食。我带还能动的兄弟今夜摸下去，劫的黄巾粮营不可。黄巾必有防备，此举无意送死。况且即便成功，又能抢回多少？打草惊蛇，反招致更猛烈的报复。那怎么办？等着饿死，或者等着里面的人先哗变？要是能再找到一处山药。先生，那个芸娘她好像清醒了一点，吵着要见您。带我去看看。芸娘，这个时候，粮食，我知道，还有一个地方有粮食。啊？哪里？
在黑石寨赵黑石的密教不在寨子里，在后山一个瀑布后面。他藏了不少粮食和盐，原本是准备应付官军或者吞并其他寨子用的。除了我，没人知道具体位置。巨大的诱惑，但风险同样巨大。要穿过黄巾军的包围圈，哪怕只是缝隙的缝隙，潜入敌阵的黑石寨后山。地图画出来。去还是不去？